哎，卡里没什么钱啦，明天房租还得交600。你不是上周去做搬货了？日结那活是不是挺辛苦的？货站的活啊，一天下来手都抬不起来，才给我结250，拖了2天才到账。我搬货都快搬出肩周炎了。你要是真想搞钱，我跟你说个轻松又稳定的。别跟我说刷单、刷量那一套，上次被套50押金还没还回来。不是那种，我说的是挖矿。比特币你听过没？听过啊，不就是骗人的虚拟货币吗？我同学说那玩意崩盘了。你看到的是崩的时候，但它每次崩完都涨回去。关键是，有人靠挖矿没炒币，靠电脑跑程序天天躺赚。你知道吗？我表哥去年搞比特币这个东西，一开始我还以为是骗子呢，结果人家用一台电脑1年赚了好几万。啊，不是吧？你表哥是不是进传销组织了？这种事听着就假的。真是，我还亲眼看过他的钱包地址。你听着就像骗术，其实背后全是算法。他自己也不炒，就是整了几台矿机在那放着跑，一个月跑几十个币，现在一个币10几刀呢。这不就和炒股差不多吗？我去年还买了个几个股票，2个星期亏了我一半。不一样，他那个是挖，不是炒。就跟你电脑开着游戏挂机赚钱一样，软件自动跑，币自动生成，跟系统挖金子差不多。听起来有点离谱，这币谁要啊？不就个数字吗？现实中难道真有用？现在国外已经能用比特币买披萨、买主机，国内淘宝上也有人收。关键是它限量，全世界就2100万个，越到后面越难挖。你看这个哥们，家里开个仓库跑几十台，一个月进入好几万，电费就几千块。你那电脑显卡还行吧？搞起来呗！等会儿我一个月干轻松点的日结，工资才3600，矿机多少一台啊？二手矿机现在1000出头，你要真想干，我能帮你搞个贴吧回收的便宜货。真能搞钱？不会用电用到家里跳闸吧？跳闸是常事，你不懂接线可以别人帮你整，或者贴吧上面找教程。这样搞网速快，电压稳，这玩意就是个印钞机啊！哎，反正也没其他轻松办法搞钱了，这年头不赌点新鲜玩意，哪还有出头日啊？就先帮我买2台试试吧，亏了大不了这当买个教训。你怕啥？贴吧教程全都有，简单的很。我现在都在挖呢，就挂在网吧这台电脑后台，正常打游戏，后台照样挖币，网管都不知道。挂机赚比特币，比上班爽多了。你网吧也敢挂？不怕被网管抓啊？网管忙着打游戏呢，谁管你？贴吧有教程，3步就能搞定，全自动，挖到你下机都不带停的。这年头搞钱的思路还真得换换才行，不能像以前那么死板了。新赛道里面也许有机会，这可能就是一个机会。不是买彩票，不是打工，也不是靠别人来施舍，我自己动手，电脑开着，钱就会自动进来，还挺轻松。只要我坚持，总有一天能翻身的。0.5个币，13刀一个，一天几十块。真的假的？我这台老显卡连玩游戏都会掉帧，现在居然能赚钱。数字一闪一闪。我以前每天累得跟狗一样，一个月才2000出头，还经常被拖薪。现在我不开口，不开工，不求人，电脑一开，钱自己来。什么世界啊！我这种连代码都不会的人，靠一个破显卡，每天记录几十块。那个时候我真觉得自己完了，活着只是为了苟着，做牛做马没人当回事。但我现在明白了，我不是废物，我只是没踩对风口。这年头靠一台风扇吵死人，每天跑程序的破电脑赚钱，荒唐吗？是，但我偏要试一试。
站在风口上，猪都能飞起来，那我难道会连猪都不如的吗？贴吧说，一台矿机如果稳定，一年能赚不少。现在币价低才10几刀，万一哪天一个币涨到100、1000呢？如果一天挖一个币，一个月就是30个，一年就是360个，剩你$1000，那是200多万。这么多，我这辈子还没见到这么多钱。我要的不是几百块，是逆天改命。穷了20多年，我不想一辈子都是社会底层。白天干活，晚上装机，凌晨调系统，为自己奋斗，努力攒钱买更多的矿机。我不怕苦，但我怕这一生就这样穷死。你猜我现在一天能挖几个币？3台矿机，一天2枚半。前天挖了快3个，光后台余额就7、8个币了。再搞5台，我就能日入100刀，月入6000。等等，你不是才租那间10几平的小屋？你那地方能插几个排插啊？不会跳闸吗？你家电表撑得住吗？一出问题，房东直接报警你都不知道。早就换成工业插排了，我还跑贴吧学的接线，跳闸几次就调好了。风扇声音大是大了点，但我用棉被包住，邻居听不到。你这么搞，是不是有点走火入魔了？就不怕崩盘？你没看新闻？前段时间门头沟又出事了，币价都砸下去了。崩盘？每次崩完不是都涨得更高吗？所以比特币肯定还是会涨的。你看数据，从几美金涨到10几美金，再跌回8块，后来又涨到30。我告诉你，比特币是趋势，是未来。趁大家还不懂，我多挖一点，就是抢未来的筹码。那你现在是电老虎了呗？一个月电费烧多少？电费快500了，但利润还是不错的。我挖的币，现在卖掉能抵电费，还能小赚一点。但我不卖，我全炖着，等它涨，我相信这个币会翻几10倍。我以前活得像条狗，一天搬10几个小时的货，手都抬不起来。现在我只需要插上电，就能让钱自动滚进来。电费很贵，没关系，只要比特币涨了，我付得起一切代价。别人笑我疯，我笑他们太短视。你现在有点像我表哥当年炒邮币卡那劲儿，疯狂的有点吓人。哥们，劝你一句，别把所有筹码都压上去，给自己留条后路。我是真担心你，你知道吗？比特币这东西波动大到吓人，随时可能归零。就门头沟这次暴雷，很多人一下子血本无归。万一你这押上的全部家当一夜之间变成数字，你怎么办？我知道这些风险，但我宁愿赌它涨10倍，也不愿永远挣不到钱。现在不赌，以后连赌的机会都没有。我知道我在干嘛。没人记得一个普通打工仔，但等我拿下1万个比特币，比特币涨到1000刀的时候，他们都会记得我。这一个月的电费整整800多了，挖的币赚的钱，连电费都快交不起了。而且比特币的价格还跌到了8美元，我的收益严重缩水啊，利润几乎归零。币价喋喋不休，这活儿越来越吃力了，我还得交房租，吃饭的钱都紧张。我拼了命守着这个希望，但现实却狠狠打脸。家里就我一个人，没法再靠别人了。停下来，那之前的努力全白费。可是这个月的电费，这压力像座大山一样压着我。这个月电费又比上个月多了整整200块，搬过几个月货才攒的钱全砸进去了，现在连电费都快交不起。如果现在停下，那我前面几个月的全白干了。
我不想再回去搬砖，不想再当个谁都不记得的打工仔。每天醒来就干10几个小时，老板还觉得你偷懒。这破机器虽然吵，但它能帮我挖出未来。赌一次吧，要么彻底赢，要么就算翻船，也比一辈子做个废物强。没人会查得这么细的，再撑几个月，挖过就收手。供电局不查明户，反正也看不出来。这不是我想做的，我只是没退路了。交完房租、买矿机、吃饭，我连买插排的钱都得精打细算。我知道这犯法，我知道装了要判刑，但不赌，我永远只能躺在底层。每天干12小时，被人骂废物，和现在只要改一条电线，哪个更卑微？搞定能撑3台，等下月再加。就算是偷，我也要偷回属于我的命运。我不是为了贪，而是为了活得像个人。只要币涨，我就赢了，赢的可是一辈子啊！哪怕代价是良心，哪怕最后连自由都要赌进去。Later. 这几个月，币慢慢涨了点，钱包余额也开始看着顺眼了。我知道这条路是偏的，是偷的，但我真的别无选择。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源、有背景、有退路的。电费就像猛兽，每天醒来就咬掉我的肉。根本没有什么省电的方法，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挖。但我不能乱花钱，我赚的钱要全部用来买矿机挖矿。我不想一直是那个甘苦力被人笑的傻子。币会涨的，只要熬下去，一定会涨，一定会涨的。就算跌到底，我也得赌出命运的另一种活法。又是通宵运行，钱包余额已经840个币了。现在跌回10刀，不管它，我一枚都不卖。这店确实烧得有点狠，墙都在发烫。但只要我挺过去，这就是人生的新起点。你听，就这声音，整晚都不消停，嗡嗡嗡的，跟架飞机似的。你耳朵聋了都听得见。我孙子才5岁，一到晚上就哭，说墙里有怪兽，我每天都得陪他到半夜。你们物业干什么吃的？我们交的物业费都花哪儿去了？阿姨，您先别激动啊，这个情况我们确实最近收到了不少投诉。楼上302也说他电饭煲煮着饭就跳闸，楼下也有说家里灯一闪一闪的。我们初步排查，怀疑是电压波动，但找不到源头。源头不是就在这儿吗？你看他家窗户24小时都透着蓝光，跟网吧一样。电费呢？我查了他上个月电表，才交了61度电。我家天天还省着用空调，结果电费飙上去了100块。你说合理吗？这的确不太对。我们查记录发现，他家用电量和整层负载不成比例。这种情况，如果不是家电故障，那可能就是有人私拉乱接。我听说以前别的小区有人偷电挖矿，就是靠那种机器，跟烧锅炉一样轰轰响。你们不查，等着整栋楼跳闸吗？行，我现在就联系电力公司，他们有专业仪器能查出问题。喂，是市电那边吗？我们小区这边疑似有住户绕过电表用电，整层电压异常，麻烦派人过来排查一下线路。就是这户，我们接到不少住户投诉，电压不稳、跳闸、声音扰民也严重，怀疑是偷电在运行什么大功率设备。我们后台也查到了异常，过去3个月负载数据比同层其他住户高出10几倍，但电表读数却极低，只有几十度。正常家庭的电表曲线不会是这种形状，一条近乎恒定的高负载线。你听个声音，不太像空调，也不像普通电脑，这种持续功耗太异常了。我们先去查电表箱，看看是不是从电路源头做了手脚。你看，这根主线原本应该进表，现在被剪断了，它绕了一根外接导线，从配电箱直接接回屋子，根本没过电表。怪不得邻居电费涨，他这不就是公摊偷电？
简直是盗电。功率峰值接近6.5千瓦，这么高的负载，用来跑空调都嫌多，很可能是布置了大功率机器。这种改线方式明显是恶意绕表，违反法律，我们这边必须报警处理。喂，是派出所吗？我们在杜木隆小区排查时，发现一起恶意偷电行为，证据清晰，请尽快派员配合处理。你好，我们是市公安局的警察，请开门配合调查。接到举报，怀疑你有非法用电行为。不会吧，真的有人查电费？明明我都是偷偷接线的，还用东西遮住了，怎么还是被盯上了？冷静，装傻，他们进不来我就没事。如果不开门，我们将依法强制进入。电表主线被跳过，3个月用电峰值持续5.3千瓦，24小时不断电，这个房间不可能是正常住户。你好，我们需要进屋查看一下，请你配合。你家是不是有大量电器设备？麻烦带我们看一下室内。啊，是怎么回事？我电表有问题吗？我平时也没用啥大电器啊，就是电脑有点多。你这户3个月平均功率5.3千瓦，昼夜不间断运行，正常家用哪有这种负载？现在请你让我们查看用电设备。我们供电公司在后台追踪到它3个月内24小时稳定高负载，还断过3次全动电压。请不要妨碍调查，否则我们将依法处理。这些矿机将全部查封，作为非法获利工具。我只是挖币，我没偷钱啊，电也没偷太多，就一点点而已。你擅自改接电力线路，造成供电系统负荷异常，属于非法牟利行为，依法应予追责。被告人 Woodwick 擅自改接居民供电主线，非法用电总量高达13万度，扰乱公共供电秩序，期间累计非法获利超过20万元，行为性质恶劣，社会影响广泛，依法判处有期徒刑5年，没收非法所得。5年，他们看到了我的矿机，查封了我的钱包，但他们不知道，那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钱包。真正的那个，在13年，我就用冷钱包导出私钥，把私钥记在了脑袋里面了。我早想过这一天会来。我不怕苦，不怕累，我怕的是穷一辈子。我还有1万枚比特币，这些日夜不眠换来的币。也许只有他们还记得我努力过，不知道5年后它还值不值钱。20号晚上，比特币价格更是一度突破5.7万美元。大家好，我就是5年前偷电挖比特币的那个人，当时新闻蛮大的。我出来了啊，出来了。刚找到私钥，还有1万多个。如果我在外面啊，我是肯定拿不住的，对不对？